我还在想说，这手牌看一下要怎么赢他所有的筹码的时候呢，他就直接 all in 啊，连想都不用想啊，我直接就开牌哈，扣底池8200，他直接 all in， 他的手牌是一对 A， 他一对 A， 你说这样打有没有错？那我觉得很明显是错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P。我们今天要来继续讲解 Tournament of Champions 冠军赛的手牌讲解。首先呢，300、600的盲注级别，我的筹码量只剩下24000啊，有点少，40个大盲左右。弃牌到我在 low 价位，我拿到了1对9，选择加注了1200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小盲位的玩家他有4万的筹码量，他选择了3次下注到3500，到我这边有一个决策要做。那我认为以一个40个大盲的情况，我觉得1对9、1对10都可以考虑用一个跟注的方式进行。如果我要选择再加注的话，我觉得最明确的范围应该是 JJ 以上的对子跟 AK， 也就是说比 JJ 以上的对子跟 AK 还要弱的手牌，我觉得都可以考虑用跟注。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小盲位他会3次下注很多的手牌，但是他没有位置，所以我自认为我们这种比较边缘一点的手队的话，我觉得透过跟注其实是很好进行一个翻牌后，所以我们的预设策略呢，1对9就是选择跟注翻牌 Q94啊，非常好，我们中了3条9啊，基本上很难输。底池8200，我还在想说，这手牌看一下自己的筹码量，看一下要怎么赢他所有的筹码的时候呢，他就直接 all in 啊，连想都不用想啊，我们不用做任何的决策，我直接就开牌哈，扣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因为他筹码比我多嘛，我的后手只有20200啊，底池8200，他直接 all in， 他的手牌是一对 A， 他一对 A， 你说这样打有没有错？那我觉得很明显是错误。所以错的意思是说，他的手牌终究会输光给我，但是你要想到的是，对上我整体的范围，他透过一个小的下注，其实长期来说，他可以赢到更多的筹码。我所谓的错误就是说，跟其他的下注尺寸比起来讲，他选择小尺寸可以赢比较多，他选择直接 all in 的 EV 一定是最低的。所以我说的错误是指说，他错失了可以赢到更多价值的机会。这手牌呢，转牌跟合牌啊，没有意外啊，然后就让我成功的筹码翻倍。下一手牌呢是在400、800的一个盲注级别，我在bottom位我有4万的筹码量，我拿到了 AQ 不同花，选择加注到1600。小盲位的玩家有3万，他选择跟注；大盲位的玩家有16000，他也选择跟注。翻牌是 J75 2张黑桃，底池5600。这个时候2位玩家过牌到我。那我觉得在这边的话，根据我的预设策略来说，我觉得我还可以有一个过牌的范围哦。原因是因为小盲位的范围会比大盲来的紧很多，因为小盲不会跟一些乱七八糟的牌，但是大盲会。那我觉得如果单纯是只有对上大盲的话，我们的持续下注的频率可能会接近100%，但是对上小盲位跟注的话，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过牌的范围。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要下注的话，我觉得至少要有一些 outs， 比如说2个高牌或者一些后门花、后门顺的一些手牌，然后又没有摊牌价值，所以我觉得 AQ 呢放在一个下注啊，有的时候下注，有时候过牌，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。当下呢，我选择了下注1800，大约是1/3左右。小盲位玩家跟注，大盲位玩家弃牌，所以是一个单挑的状况到转牌。转牌来了一张无关紧要的2，底池9200。小盲过牌，我觉得我持续下注有一些好处，譬如说他可能有一些1对9以下的对子，甚至是一些 A5、A7 的手牌哦，中了一个中对底对，有可能会弃牌。但对上它整体的范围来说呢，我觉得这个转牌要让它弃牌的机会是比较少的，尤其是我觉得它的小盲范围里面很有可能会有一些什么9J 同花啊，甚至是什么10J、KJ 啊之类的手牌，就很多 J 的范围，那我觉得它都不会弃牌。对上这样子的话，其实我的 AQ 可能还有一点摊牌价值，我不知道它会不会跟一些什么90、89同花之类的卡顺。我觉得呢，转牌过牌哦没有问题。这时候合牌来了一张非常好的牌啊，是一张
张不同花的 Q 啊，让我中了一个合牌的顶对，小盲位过牌，底池9200，我们肯定是要下注。那我觉得下注的话，我们这一手牌的下注应该只会选择大尺寸，尤其是我们在合牌中了一个最好的顶对。我的预设，我觉得2/3甚至更多，甚至满帕，我觉得都是一个合理的下注尺寸的范围。这个时候呢，我选择下注一个8000小盲位，选择了跟注之后啊，他看到我的 AQ， 他就把他的牌给丢掉啊，所以我就赢下了一个还不错的底池。各位观众，会员专属订阅影音要在 YouTube 平台上线喽！只要打开你的手机的 App， 就可以及时的看到我们的会员专属订阅影音。在付款方面呢，也没有地区的限制啊，只要你透过你的手机，透过订阅影音付费，可以直接观看到我们的影片。如果说你对于我们影片有任何的问题，也可以直接在影片下方留言。订阅影音到底有什么类型的影片呢？我们的订阅影音目前有4种类型的影片。第一种是直播的精华档，第二个是我在决赛桌或者是我夺冠的录影档，第三种是电脑软体分析，第四个是日常打牌的分享。我再举例，这段我在 WSOP 期间遇到的困难手牌，我会用合适的电脑软体分享给你听。进入到决赛桌或是夺冠，详尽的记录与分享遇到的特殊状况，扑克新闻、个人见解，只在这边有。会员专属订阅影音，还不赶快看起来！下一手牌啊，蛮精彩的一个手牌啊。对上的这个玩家呢，是一个比赛的常客。虽然说这个冠军赛听起来应该都是冠军，但是我觉得有很多的赛事的玩家，他的程度会稍微弱一点。那我不确定是因为有一些玩家赢到的冠军，很有可能不是德州扑克，他很有可能是赢混合游戏的，或者是赢奥马哈的金手链，或者是戒指，然后他来打一个德州扑克的比赛。所以我后来想想，就是我一直以为这场比赛难度非常的高，但实际上其实难度比我想象中低很多。那我在猜，可能原因是这样子。这手牌呢，我要讲的重点就是在一个8人桌400、800的盲注级别 ，UTG 的玩家有6万的筹码量，常见的一个比赛常客，然后打得蛮不错的，他加注到1600。High Jail 位的玩家也是一个瑞士的玩家，然后他也打得很稳的，他有13万的筹码量，他选择跟注，所以是2个打得不错的玩家。我在 CO 位，我有4万的筹码量，我拿到了1对 J，4万的话是50个大盲嘛。我们这手牌可不可以考虑用跟注的？对上8人桌的 UTG， 我觉得可以，但问题是在于说，对上1人跟注的情况下，用跟注的方式的话，我觉得有点保守。再加上我知道 UTG 这个玩家，他其实范围会很松，因为我看过他有一些手牌是不在这个位置该玩的范围。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，我们就直接把它想象成是什么？想象成是他在中后位加注。那我们1对 J 很明确的会3次下注的话，那我们这种情况就是会3次下注。我们用放宽它的范围来做决定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选择了3次下注到6200。那我觉得下注尺寸是非常的好啊，1600跟注一家，我觉得至少要到接近4倍，6400到5500左右，我觉得都是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。那我选择加注到6200。再来就是1对 J， 其实不是很希望加太小，然后让人家跟注嘛。譬如说他的什么 KQ、KJ 同花、A10 同花，一定都会跟注。这个尺寸啊，非常的不错。UTG 的玩家不意外啊，他选择了跟注。High Jail 的玩家想了一下之后弃牌，所以是一个单挑的状况。那我觉得翻牌蛮有意思的，翻牌是19-4，彩虹面有一张黑桃，底池16000。以理论上来讲，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翻牌啊。但如果说对上一个比较紧的玩家，其实我会比较担心一点，原因是因为对上比较紧的玩家，很有可能他就有大对子。但是对上这样子的玩家的话，我觉得他的范围里面当然还是会有1对9或者是1对10哦，这种3条的范围。那我觉得当他今天过牌的时候呢，我们的1对 J 绝对不会过牌，我们一定会选择100%的持续下注。如果说我们今天要有一个过牌策略的话，很明显的是1对 A 或1对 K 都会是更适合的一个过牌的手牌。底池16000，这个时候我下注5000，对手跟注，转牌来一张黑桃3啊，有一个后门花的一个手牌。那我们要想的是对方跟注的范围是什么？我知道对方在 UTG 他一定会开一些什么 A10 同花、K10 同花、KQ、KJ、QJ 之类的手牌。我觉得翻牌前他都会跟注3次下注，翻牌中了一个不管有没有顶对，或者是2个高牌的这种卡顺的手牌，甚至双头顺的手牌，他都会持续跟注。所以很明确的就是转牌我们必须要再下注。底池26000，那我认为下注一个12500会让他这一些手牌陷入到一个非常困难的决策。原因是因为他今天 KJ 同花他要不要跟注， KQ 要不要跟注， QJ 要不要跟注，甚至是 AKAQ， 假设他真的有这些手牌，他要不要跟注？我觉得我会希望让他坐在一个好像介于跟注跟弃牌之间，他比较有机会会犯错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下注了一个12500。他想了一下之后呢，他还是选择了弃牌，赢下来一个还不错的底池。
下一手牌呢，直接的下一手牌啊，8人桌的 UTG 的玩家有4万的筹码量，他选择了平跟800，low 价位的呢就是一个有13万筹码量的玩家，他选择了加注到2500。我在 high 价位，我有大约57000的筹码量啊，我拿到了1对5黑色的5，我选择跟注啊，觉得这个是非常简单的跟注。UTG 的玩家原本先 limp， 然后他也跟注了2500，所以是一个3人底池。翻牌是6、4、3，两张黑桃，底池9500。limp 的玩家过牌，翻牌前加注的玩家也过牌到5。这手牌其实我选择过牌或下注都可以，原因是因为我的手牌其实不大需要保护。第一个就是我有双头顺，我有对子，我有摊牌价值，然后再加上我有黑桃，所以我觉得放在过牌其实也挺不错的。那我选择过牌，转牌来一张黑桃9，前面2位玩家又都过牌，这个手牌还是属于一样的状况。我们有摊牌价值，我们也有黑桃，我们也不用担心太多的合牌，所以我又选择过牌。合牌来一张叠牌4，UTG 的玩家他下注了一个3500，底池9500，他下注一个3500，然后这时候呢，原本翻牌前加注的 low 价位玩家弃牌到5。那我觉得这个手牌对我来讲是一个蛮轻松的跟注，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的6或者是很多的9的对子，不管是在翻牌或转牌，其实很有可能都会下注。当然，我觉得就是 UTG 的玩家还是会有一些随机的炸胡，然后尤其是我们有对子嘛，他甚至有可能会下注一些比我更弱的对子，比如说什么 A3 同花之类的。所以呢，非常简单的跟注。这个时候呢，竟然看到 UTG 的玩家 limp call 了什么牌呢 ？A7 不同花，打得非常的好。他合牌的炸胡呢失败，然后就输给我一点筹码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也确定冠军赛的程度呢没有想象中这么好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手牌讲解的内容。如果说你对于美国 WSOP 有任何问题想要问我的话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如果说你想要问我手牌的话，欢迎到我们的 Discord 手牌投稿区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。我是小 P，大家拜拜。